看完中国制造拖拉机的过程，才终于明白中国为何能够成为世界制造业的中心了。仅是一套国产拖拉机，就能以每天250台畅销全球100多个国家。接下来就让咱们看看中国又如何席卷全球一粒金字塔。这里是江苏长发特大型农机制造基地。走进工厂，你首先会看到崭新车间，统一标配现代化自动设备。32.3平方米，共拥有超1万员工，1人1班制，常规8小时。制造拖拉机的第一步，首先由机械臂将钢板送入冲压，仅需一下，我们便得到个车身外层侧门。再将金属板放到货架，使用电泳脱脂除锈，增加耐磨防腐寿命基础。喷上工厂特有标准漆，除了前面电泳涂层以外，机身还有中涂色漆与清漆，只有层层防护，才让金属呈现镜面般反光。与此同时，另一侧的等离子正在对钢板进行标准划分。要知道，现代农机不仅配有舒适座椅，还有空调，用来加强恒温带来的长久耕地体验。因此，方管首当其冲，换作驾驶室主要支撑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承载大梁也会同步完成。就在骨架成型过后，工程师就会紧锣密鼓完成接下来组装。为了增加时效，此岗位是由近100人半自动流水线打造，每排4台，共计6排。而这正是厂内电气组每天的主要任务。随着骨架完成，下面安装前挡风玻璃。首先单人握紧上下对准四周，插上传感器、灯光、动力等外设连接线。全景大玻璃更是把视野提高数倍。再把黄色警示标粘在座椅左侧，扣上外壳，我们就会来到第2步的发动机。值得一提，如今长发早已全量生产整机，这里面就包括流水线浇筑工艺。相比传统手搓轮锤子，那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。如果放在几十年以前，绝对是不敢想象的存在。视频拖拉机为6缸驱动，相比传统单缸，它的马力更足，拉力更强。只见工程师把一组钢垫铺在上面，然后擦掉钢盖，揭出面污垢，缓慢对准，直行拿横吊扣在上面，分别向气门、弹簧两侧插满高强度螺丝。这是用以连接钢盖与钢体主要紧固件。为此，就在工程师拧完头轮之后，身旁技术人员又对表面2轮加固。头轮与2轮的巧妙配合，势必给以后行驶带来安全上的长距离耐久。那你以为把螺丝拧完就可以装了吗？作为一个仅比潍柴一坨东风位居第4的长发来说，显然不可能。画面是厂内测试车间，从左至右，让人一眼望不到头的神秘小房子，每个里面都坐着一个专人，而他们每天主要任务便是检测发动机。那这又是如何测量的呢？此时我们可以看到机体外面多出了几根管子，其中就包括是传感器连接的传动轴。发动机每次转动下的扭矩温度参数都会实时显现。就这一点来说，水平确实不落后。让人意外的是，我们今天还将有幸看到单缸拖拉机。单缸作为上世纪土改建设的背后支撑，不仅充当粮食任务的桥梁，还是老一辈记忆里的最深回忆。单缸最大特点就是只有一个缸，工程师首先会向内壁喷点油，然后再把一长厚实钢筒插进去，并由传送带运到自动成型岗位，只需向内顶紧便可牢牢贴合，严丝合缝程度几乎不再让人2次检查。那么为什么要说它异常厚实？我们来看个近景画面。如果国内重工机械全是如此做工，我想以后工业市场那就不再只有美西方说话的份。现在开始安装传动盘，同时把电动巨型风炮套管备在螺母上面，按下开关就可瞬间拧到位。别看单缸不如6缸流水线设施先进，但它有个实打实好处，那就是工厂允许你坐着拧螺丝。虽说对年轻人来看没什么吸引，可对步入中年群体的老人来说，能坐着干活那可是当下最优待的福利。随着工程师把最后一颗大螺栓拧紧，现在开始安装钢盖。就这一个，是不是很契合？关键上山下河拉着上百斤完全没问题。随后将4组螺丝用力打到位，向内注入燃油，准备检查发动机。由于产量巨大，并不是一台一台检查，而是放到流水线数十台同时测试，主要是为了观察单缸零件传动性。如果发现螺丝没拧紧、密封不严，都可以通通检查出来。下面开始安装后桥与变速箱连接总成。相比卡车，拖拉机内设齿轮并不多，甚至仅凭2人就可徒手组装。待成型完毕，来到前方以设备检测扭力，
一旦咬合不到位，便会发出异响。那么接下来开始安装变速箱。经过100多年发展，变速箱早已从最初的手动换挡，变成当下的动力换挡或无级变速，提升的可不是一点半点。在安装前，工程师首先要把箱体摆正，然后插上一根锥形齿轮。饰品齿轮是经液压加固，至于车桥连带齿轮则是以人工组装。工人手里的扭力扳手带有刻度，当发出嘎嘎的异响，那就说明已经到位。接着再把前后两部分扣到一块，这过程是边推边向内，直到分动箱与后桥自此成为一体，工程师才会把严密包裹的发动机塞进去。此时再看，不管体积或是重量，都来到前所未有水平。但作为机身主结构，日常行驶难免会受潮湿泥泞磕碰引发生锈。为了避免这一问题，工程师计划将它放到密闭房间，对所有外观和表面软管喷上一层特殊油漆，前后大约10至30分钟左右，航吊便会将其从另一出口吊出。接着小心立在平板车，准备下面的液压油管与排气管水箱。视频流水线双侧密集分布数百人，几乎是每3个人占据一个位置。他们有的负责管路，有的负责线路，直接从根本杜绝少装多装质量问题。与此同时，驾驶室也被调了过来。首先将转向轴对准同时插进去，然后再把机尾与旋耕机连接的位置装上。不得不说，设计确实很巧妙，尤其是这极具代表性的巨大机头，正好扣在水箱保护发动机，既能散热又可以免受碰撞。用以支撑拖拉机的是2组宽体橡胶胎，外表面是由对称突出花纹构成。正因为有它，才赋予拖拉机无敌抓地力。例如稻田地头泥泞往往超过5公分，如果不配特殊胶底，几乎很难越过那一脚踩下绊脚泥的场景。转眼拖拉机已初具成型，但在此之前要经一轮测试。首先把油箱加满，然后检查方向盘转向是否丝滑无卡顿。检测拖拉机主要分室内与室外2种，室内包括拉力测试、倾斜度测试、扭矩测试。好比我们所看到的便是基于传动扭矩一场持久测试，但与另一个相比可谓小巫见大巫。视频是工厂为拖拉机安装牵引下的颠簸试验，除了观察磨损耐久，另一个主要看颠簸会引发哪些零配件损坏。有时候为了一场测试，起码就要1年或是更久，因为除了用此方法，似乎也没有其他更好办法。其实大家不知道的是，工厂除了生产拖拉机，还有收割机。好比我们所看到画面，不论体积或重量，都要超过拖拉机1倍之多。最后也正因为如此多默默无闻的匠心企业，才使中国制造走向世界，位居全球。